大家知道吗？太无奈了。最近我们北京的大龄专场相亲活动又是女生爆满，男生呢少得可怜。我还一个一个打电话去联系愿意来的人少之又少，这个场面真的很尴尬不过呢，在场的女生呢还是个个都很积极展示自己但是男生呢却显得非常冷淡。其实呢，从条件上看这些男生其实好多都没有这些女生收入高，有几位还算是入得眼的。但是活动快结束了，他们连一个女生的微信都没有加，估计就是没看上嘛。那我就特意去采访了一下这几位男生到底怎么想的，结果我发现他们就是来碰碰运气。如果在大龄女生当中能找到一个满意的呢，也可以考虑考虑。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们一个也没看上。男生们都认为大龄女生最大的问题其实也不是年龄的问题，主要是生育价值已经所剩无几了。生一个孩子可能还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让她生2个，估计就很悬了。所以一个女生如果她长得漂亮，身材保持的也很好，这样的大龄女生勉强还能凑合嘛，至少看着顺眼呢。关键的是大部分的大龄女生她不觉得自己颜值差但她们在婚恋市场已经没有什么竞争力了，但是仍然不愿意降低对男人的要求，要房子要车要事业有成要情商高，样样都不能少还想花男人的钱。即使他们自己也不缺钱不缺房不缺车，大龄剩女都比较看重物质，但是呢年龄长相和情商又配不上他们的理想。问题是他们还意识不到这些问题仍然会认为自己阅历多思想成熟就应该配得上优质的男人。其实呢大多数剩女并不漂亮，只是她自己认为自己漂亮而已工作能力呢确实很强，有房有车，这些又不是男人找女人的一个刚需。结果他们的要求比20多岁的女孩还高，自认为阅历很丰富，其实只不过是情感经历丰富。对于优质男人来说，这样的女人基本上就是低价值的。所以这些大龄剩女呢还总以为自己是因为年龄大了不好找到好男人，其实背后还隐藏着更多的问题，他们根本就意识不到这些，对吗？有多少女生都认为找个有钱的老公就万事大吉了，只可惜他们都不是精算师没有办法算到未来会发生什么。这是一个女粉丝的真实故事。她20多岁的时候呢，因为长得很美，再加上名校的加持她顺顺利利的在众多追求者当中筛选出来了未来的老公。比她大10几岁的老公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成熟稳重，做人做事都非常到位的，情商也很高。谈了1年的恋爱之后呢，他们就顺利走进了婚姻的殿堂进入婚姻之后呢，她就理所当然的辞掉了体制内的工作，做起了富太太老公呢很宠爱她，她花钱呢也基本不受限制的，每天什么事儿她都不用干，这事儿交给保姆了。最热衷的事情就是约闺蜜逛逛逛买买买老公在商场里拼杀的你死我活的时候她在周游世界，坐享着男人的成果。就这样的生活过了2年之后老公呢就跟她商量生孩子的事儿，结果呢她拒绝了。她说能不能再等一等过几年再说。日子呢就这么一天天的过去了3年之后她老公的公司面临了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几乎要停产的状态。而对于这个女人来说，她从来没有想过会发生这类事情，所以呢听到这样的消息呢，她真的天都要塌下来了。她的娘家是很普通的家庭没钱也没有什么社会关系这个时候什么忙都帮不上。她老公一个人想尽了一切的办法，经过了1年多的艰辛运作，终于呢又让公司起死回生了。这个时候她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又被激活了，之前的经历呢完全没有对她有任何的教训和影响。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她老公跟她提出了离婚了。理由呢说的特别的难听，她说这几年算是看清了她的真实面目了，说她就是一个好吃懒做的寄生虫，除了花钱什么用都没有，连生个孩子也不想生，怕自己身材走样了怕自己变老了只会为自己考虑。这不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吗？养只猪呢还能生下个崽呢不想给他生孩子，还天天享受着他辛苦赚来的钱，凭什么？家里的钱不懂得计划理财，只知道恣意挥霍，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帮不上任何的忙也就算了，整天的为了一个包，为了一块表跟自己吵个不停。所以他就这么被嫌弃了，被离婚了。
在这段婚姻当中啊，他不但没有得到个人的成长啊，还把自己养成了一个废物啊，太可惜了。你说一个名校毕业的高材生啊，不能好好的有一份自己的工作和收入吗？不能把自己的学来的东西啊，为社会贡献一份价值吗？听说她老公后来又结婚了啊，找了一个门当户对的姑娘，结婚1年多啊，人家就生了一对双胞胎，真的是乐坏了。而她呢，现在还在相亲啊，想找一个啊跟前夫那样的男人，那可就太难了，对吗？离婚之后到底是男人更想再婚还是女人更想再婚呢？其实一定是女人更想尽快嫁出去的。为什么呢？这句话哈，可能女人不爱听，但是事实呢，就是很少有女人啊，她不需要婚姻的。如果男人的经济能力比较强的话，那他对婚姻的依赖性啊就越低。毕竟是哈，男人都是靠自己挣钱买房买车养孩子养家嘛，他们都是靠自己啊。说实话哈，如果不是为了传宗接代的需要，有几个男人会主动的投入到婚姻里面去呢？但是离婚的女人呢，就恰恰相反了哈。刚刚离婚不久啊，他们就会急着想找下一个人的怀抱了。你去看一看朋友圈哈，很多晒离婚证的哈，广而告之的几乎都是女人干的。为什么要晒出来呢？对吧？他们对上一段婚姻极度的不满，当然呢，我们也不否认哈，有些问题可能真的是男人造成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二婚的女人呢，往往哈离婚之后呢，就想马上寻找下一家，并且呢，提出来的条件啊比之前还要高，因为他们会认为自己经历过一段婚姻了之后啊，更清楚自己要什么。但是往往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失去了选择权，即使是别人对他挑来选去了。二婚是非常被动的。当他们终于发现自己行情很不好的时候，又会自我安慰哈，说要个男人来干什么呢？啊，钱我自己可以挣，娃我自己可以养，房子我自己也有，车我自己也能开。啊，其实真的哈，这种有底气的女人呢，啊，说这个话呢也就罢了哈，她们确实是啊新时代的独立女性哈，人家不依赖男人，也能生存得很好。但是呢，另外有一部分女人呢，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会。他们也跟着起哄啊，说找个男人真的没有用啊！我就想问一问哈，从大面上来讲，保家卫国啦、抢险救灾啦，这些事情不总是男人们冲在前线的吗？难道是女人吗？啊，在各行各业的社会精英当中，大多数不也都是男人吗？啊，往小了说，家里边的苦活、累活、重活、脏活，大多数不也都是男人在扛吗？家里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女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先给老公打个电话，对吗？有一部分的女人呢，不管她是头婚还是二婚哈，她都要把婚姻当做一个跳板的，她们总是想通过婚姻去改变自己的命运。现在啊，已经很少见到那种哈能麻利操持家务、教育孩子啊，有耐心将夫教子的女人了。相反的，有不少的女性表示啊，什么家务都不会干，嫁个人结过婚就变着法儿啊要去索取，嘴上喊的是男女平等，实际上呢又极其的双标，这边要依赖男人的经济啊，那边呢又喊着要独立。既要求享受的同时呢，又要求被尊重。二婚遇到的女人呢，就更现实了哈，真情人家都留给前夫了哈，精力呢也都留给了自己的孩子。再婚的男人呢，还能遇到真爱吗？啊，也难怪男人们不想再婚了嘛。他们说呀，保命要紧啊，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那种只会索取、不懂感恩和付出的女人实在是太多了。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呢？是不是这样的？女生你别总是奇怪啊，现在男生谈恋爱不积极啊，说人家好像都不想谈恋爱，都不想结婚的样子。其实啊，他不是不想谈恋爱，不想结婚，他只是不想跟你谈恋爱结婚啊。因为现在有好多的女生谈恋爱啊，她这个恋爱观不太对。男生主动啊，就说人家是舔狗啊，跟你讲道理呢，说人家 PUA 你，谈未来呢，说在给你画大饼，张口闭口要找1.8米以上的啊。以前送个花都觉得很浪漫，现在呀，动不动就是大牌奢侈品，不然啊都不配做你的男朋友。以前呢过个生日都很珍贵，现在呢恨不得天天都过情人节。虽然啊我也是个女人，但是我都觉得现在的男生挺难的。现在的女生啊，就是你不找他，他就不找你。啊，你主动呢，他就可以跟你聊聊，然后如果你对他冷淡的话啊，他也就不愿意理你了。其实现在的男生真的挺累的，甚至有一些女孩子啊，她就是不那么爱这个男生的，她就是把人家当做一个供养者，一个免费的劳动力，最后呢还得忍着、哄着、捧着、安慰着，到了最后啊，他如果遇到个喜欢的，就跟别人跑了。男生呢落一个一无所有，没有结果，他们当然受伤了。有个男生说啊，我已经单身3年了。
我觉得可能是现在这个恋爱环境对男生是不太友好的。现实生活中啊，包括网上一直都在教啊，男生你要如何去讨好女生啊，谈恋爱的时候呢，让男生不要对女生生气啊，甚至呢不要去跟女友讲道理。结了婚你就要好好认真挣钱养家了啊，在老婆面前低声下气的才是好男人。说实话啊，如果我是个男人啊，我也会被劝退的。你就别说结婚了，谈个恋爱我都不想。为什么男生越来越不主动啊？对吧？每天工作很忙，没时间精力再去哄女朋友的。你要是很喜欢一个女生啊，都不用去追她，就不应该去追女生。爱是双向奔赴的，单方面的追求不合理。你喜欢的女生，她身边也不缺乏对她好的人，你应该用你的闪光点去吸引她，而不是你一味的去讨好她啊。如果你没有明确一个女生是不是喜欢你，那你就付出那些东西，只会让她觉得反感，觉得你在纠缠。而且呢，现在的女孩子啊，谈恋爱首先看条件，你要是根本就不符合人家条件的话，就算你花光了所有啊，你也就是个舔狗。所以呢，为什么还要去追呢？太多女生啊，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消费需求都很高，但是呢，真正自己买单的女生少之又少，大多数都是转向男生啊，获取代表着爱的各种商品。男人就是一台供养机器，而且还被很多的情感博主啊亲切地称之为饲养员，他们几乎成为了一个提供物质的工具人，不必在乎感受和需求。可是男人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没有女人和家庭，大多数男人根本就不在意自己到底有没有钱，因为自己也不需要花多少钱。大家都知道啊，现在赚钱有多难，一个男生省吃俭用的给女生买几百块钱的口红或者化妆品，根本就算不上什么，甚至还会被女生嫌弃啊。那既然自己又算不上什么高质量的男性啊，干脆躺平得了。经济这么差的情况下，生存都很艰难，哪还有多少闲钱啊去讨好女生呢？一边是扛着付出的经济上的压力啊，一边呢又是被资本洗脑的人。理性点说啊，男生还有什么动力和资格去追求爱情呢？所以我们还不如集体觉醒啊，结束这场游戏才是唯一的选择。你们觉得他说的对吗？啊，别忘了点个赞讨论一下哦。大龄优质男人在择偶方面就是永远都没有尴尬期吗？不是的，王总今年47了哈，没有结过婚，自有公司，资产也是一个小目标以上的。按说呀，他很好找对象了吧？可是呢，从事实来看，好像也未必如此。用他自己的话说哈，年轻的时候有很多的选择，那个时候呢，他没有想结婚啊。可是现在他年龄大了，父母呢也老了，觉得自己应该有个家了，并且要尽快生孩子了。可是呢，当他正经想找个女人结婚的时候啊，他却发现哈，现在的年轻漂亮的女人爱钱的非常多，也很容易找，但是呢，从他们的身上却看不到一点点的爱的痕迹，基本上呢都不是真心的，更多呢都是套路。他说哈，遇到过好多这样的，都是想着法儿啊从他那儿搞钱的，还有呢花着他的钱还给他戴绿帽子的。如果找年纪大一点的女人呢，40来岁的哈，可能呢真的能爱上他，但是他自己对老女人又不来电。于是他说哈，这可能就是因果轮回哈，报应了。年轻的时候呢，辜负了太多的女孩了，现在呢，也轮到别人来辜负他了，有意思了吧？啊，所以当一个优质男人过了45岁以后啊，优质男人他的这个择偶峰值啊，就开始断崖式的下滑。如果过了50岁啊，基本上就为零了。可能有些人听我这么说哈，不服气。你想反驳我，可以到评论区说道，但是你且听我把话说完哈。有句话说嘛，男人至死是少年，所以他们永远喜欢那些18岁年轻漂亮的女人。当他们自身很优秀的时候呢，40岁之前基本上可以任意挑选女人，也可以得到很多女人真心的爱慕。但是当他们过了45岁以后啊，可能除了他手里那几个钱还能吸引小女孩之外，不得不承认，在年轻漂亮女人眼里，你已经老了。生理上的吸引它是不会有了的，你们服不服气呢？来，咱们可以到评论区啊喷两句。这送出去的东西哈，还有要回来的道理吗？现在呢，这样的事情还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哈，特别是那些相亲认识的男男女女，恋爱推进不下去了，或者呢是分手了啊，男生呢就会想着办法把花出去的钱，或者是呢给女生买的一些贵重物品啊，他要回来。这样做到底好不好呢？最近呢，有一位相亲谈了3个月的女生哈，
她觉得彼此不太合适了，就跟男生提出来了，就不想接触了嘛。结果呢，这个男生第2天就给她发来了一条消息啊，居然是这3个月以来请女孩去那些高档餐厅吃饭花的钱，还有呢给女孩买名牌包包花的钱和520转的账，前后呢也花了好几万了啊。男生说，既然你都不知道合不合适啊，干嘛要花我的钱买这买那呢？啊，还接受我的礼物，我又不是上辈子欠了你的，要是觉得咱们不合适，那你花我的钱是不是也不太合适啊？所以哪天你方便了，把这些钱啊还给我吧。结果搞得这个女生啊一个晚上都没睡着觉，她觉得很恶心哈。就这么着，这个女孩就觉得委屈啊，就跟我诉苦嘛，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做人做事这么掉价的男人，送出去的东西还有往回要啊，就连分手都要恶心你一下，你知道吗？他送的东西又不是什么特别贵重的，也就千把块钱的化妆品啊，最贵的也就是一个1万多的包啊。我当时就给他转了2万块钱，然后呢，我立马就把他拉黑了。这种男人我永远也不想再联系，连一点退路我都不想给他留啊。他说也很感谢他啊有这样的一个举动啊，还好分手了。要是以后结了婚，还不知道他有多计较呢。这种日子谁想过？这种男人啊就是寒酸，送礼物本身就应该是不求回报的表现，不是吗？都说分手见人品，我觉得呀，最屌丝的行为就是这种送出去东西还要往回要的，真的是绝子没有之一了。难怪他是找不到女朋友的，真的是活该。听到这儿男生们是啥感觉呢？来，咱们到评论区聊聊这个事儿呢。不要再到处乱相亲了，好不好？你是不是已经相亲挺长时间了，但是就是一直成不了？你见了很多的理想型相亲对象，但是人家就是不选择你，愿意选择你的，你又不喜欢他，知道为什么吗？第一，因为你对自己的认知并不清楚，你可能高估了自己在婚恋市场的价值而不自知。第二你对你理想类型的人并不了解，你并不知道人家的需求是什么。第三，因为你不懂爱商、性商、情商，所以就算有个理想类型的人愿意跟你谈一谈，你也很快就谈黄了。那到底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我在北京做了12年的红娘，谈不上情感专家，但是12年的经验手把手教会你如何懂人心，如何做好自我定位，如何跟相亲对象相处。你没有的我这里都有，先点个赞关注一下，说不定哪天你就需要我了。你现在又想复婚啦？早干嘛去了呢？今天我这里来了一位36岁的离异女士那提出来的择偶要求着实让我吓了一跳。她说自己是1线城市本地人有车有房，体制内的工作很稳定，还可以给对方落户。要说她的身材长相真是还不赖唯独的短板就是年龄大了一些，还带着个孩子。本想着呢，这离过婚的人应该是明白自己几斤几两了，能找个什么样的人，对吧？结果呢，人家说3年前离婚的时候，确实是因为丈夫太忙了，于是呢自己出轨了，硬带着孩子离婚了可是没有想到自己被外边的男人给耍了，自己离了，对方却没离，就这么个事儿2个人没有多久就闹掰了。于是呢，她带着孩子自己过了3年，真实感受到了人情冷暖，挣几个钱有多辛苦，想着之前的老公对自己那才是真心的好，开始后悔了于是呢，她就各种打听前夫的消息，想复婚。最后呢，得知人家已经有女朋友了，她3番2次的找借口上门献媚可是呢，前夫并不为之所动，并对她说：“你离婚的时候跟我说的话有多绝情，我现在对你的态度就有多绝情。”所以她眼看着这婚是复不成了，所以呢，就想到来找我们。她提出了几条几乎不可能的条件。第一，市中心必须有2套以上的房产，不跟父母同住。第二呢，身高不能低于178，因为前夫是180的还不能秃顶，不能太丑。他说要不然亲不下去嘴第三年收入呢至少100万，要不然怎么养得起我们娘儿俩呢？因为前夫是做生意的年收入是很高的，要求100万不过分吧？我听完之后呢，差点没被他气晕过去我说抱歉呀就你提出这几项，任何2项加到一起那都是王炸。未婚小姑娘都没有你那么敢要。说实话，现在这样的女人真的挺多的据统计有80%的离婚都是女方提出来的。但是有趣的是呢，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又很多女人呢想要复婚，而大多数的男人又不同意了。往往在离婚之初，男人已经用尽了各种方法挽留对方。
各种乞求、哭泣、承受痛苦以及承受损失，甚至是下跪。对于男人来说，离婚是一件非常痛苦而且丢脸的事情，而女人呢是没有这种心理的，她们只觉得自己不开心了，或者跟丈夫没有足够的浪漫了，就想离婚。但是她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有多艰险，认为离开他之后自己一定能过得更好。但是当她们重新回到单身的时候，却发现并没有那么多人会宠着她们，她们这个时候才会怀念起原来丈夫对自己是最好的人。可是当她们想要复婚的时候呢，大多数的男人却会拒绝，因为男人更理性的他们会思考过去的日子并不好，那现在你回来了就能过得更好吗？甚至我已经失去了我该失去的，我已经承受了该承受的，你还要让我再去经历一次吗？男人通常都不愿意再接受这个安排了。有一些男人还有点洁癖接受不了离婚期间女人跟哪些男人有过事儿他现在不想当这个接盘侠了，所以大部分的男人不会同意。总之，离开并不代表你就会幸福这些女人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呢？是不是？